槓桿 ETF 本身沒有好或壞，它是一個趨勢的放大器。到底為什麼槓桿 ETF 天生只適合趨勢交易呢？為什麼開始有好多人開始正二價？為什麼券商或者是機構又說這個工具不適合長期持有呢？明明台灣正二的績效長期來說是非常好的呢。嗨，大家好，我是 Renee， 他是虎虎。到底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駕馭好槓桿 ETF 這個威力強大的工具呢？一開始我也以為，如果原型1倍的 ETF 長期抗漲，那我只要買進正二或者是正三，直接放着不管，那長期下來它的報酬率不就是2倍或者是3倍嗎？結果發現完全不會。長期下來，正二槓桿 ETF 的報酬率，它有可能是大於，也有可能是小於。因為槓桿 ETF 它放大的是每一天的結果，而不是的倍數放大它的長期的報酬。所以當趨勢是連續上漲的情況下，是很明確的一個趨勢市場，是強勢多頭的單邊行情。那這個時候持有正二或者是正三的槓桿 ETF，透過每日結算的複利效應，它累積的報酬率是會大於它的標的指數，這就是槓桿 ETF 發揮它最大效益的時候。2倍槓桿 ETF 的報酬是大於原型 ETF 報酬的2倍，這不是很棒嗎？只要有趨勢，我就賺翻啦。但是股市在上漲跟下跌的中間，是有很長段的時間都處在沒有方向的橫盤震盪的盤整期。而當進入這個橫盤震盪的狀態，它正在盤整的時候，沒有明確的上漲或者是下跌的趨勢，這個槓桿 ETF 的波動耗損就會開始吞噬本金，而時間拉越長，它的耗損就會越大。即使盤整了3個月，原型1倍的標的物上下刷洗了以後，剛好回來到原點，就是不賺不賠。但是槓桿 ETF 在它震盪的時間越長，槓桿的倍數越高，對於正向或者是反向 ETF 就越不利。3個月過去了，大盤沒有變，但是槓桿 ETF 的淨值卻已經縮水了一大圈。更不用說，如果是處在連續下跌的強勢空頭的市場，對於手裡握着正向槓桿的 ETF 的人來說，會是非常大的考驗。它單日跌幅雖然是原型的2倍，但累積起來的總跌幅其實是會比想象中的原型2倍再少一點點，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眼睜睜的看着資產快速縮水的心理壓力，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扛得住。所以長期下來，正二槓桿 ETF 是不會等於原型 ETF 的報酬乘以2。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正二，像是00631L，過去5年的累積績效不是原型 ETF 的報酬的2倍，長期來說反而是遠遠超過005的2倍。沒錯，這就是正二教最核心的底氣。為什麼長期持有正二槓桿的 ETF 能贏呢？因為其實是買對在一個基本大前提，台灣跟美國股市過去幾年來正處於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超長期的科技大牛市，而這個大趨勢是長期連續上漲的時候，它累積的一個正向複利的報酬是大到直接淹沒那些中間盤整波動耗損啊，或者是下跌，甚至還是遠遠大於2倍的成效。而這也是非常挑市場的。槓桿 ETF 放在近年來的中國市場，你給它3倍做多，既然知道了盤整跟下跌是槓桿 ETF 的頭號殺手，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就是直接避開橫盤跟下跌的市場啊。沒錯，這就是趨勢交易、順勢交易的核心，只做確定或者是很明顯的趨勢。歷史上最知名的交易之王 Jesse Livermore 告訴我們 ：Only enter the trade after the action of the market confirms your opinion and then enter promptly。只要耐心等到市場走勢證實了你的觀點，再立刻果斷行動，順應趨勢，停止猜測這是底部還是高點。等趨勢確立了以後，就直接勇敢的跟上，大膽的跳上去。槓桿 ETF 天生就是為了這種短線波段的趨勢交易而生的工具。順勢交易的核心是買在強勢，賣在軟弱，不賺第一段，就是不買在底部，不猜底部，只賺主升段。
它的優勢是資金運用的效率很高，因為進場的時候趨勢已經形成了，通常不用等待太久的時間，你就可以看到獲利跟成效，就可以避開漫長的盤整或者是下跌期，可以把資金的複利效益發揮到極致。而它的劣勢就是進場成本比左側交易高，就是進場成本比較高，因為是等趨勢確立以後，通常都已經漲一陣子了，其實是在相較的高點價格進入，所以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麼假突破的一個訊號，反而一進場就趨勢反轉。那既然知道有假突破的風險，那我們該怎麼保護自己？這個趨勢交易、右側交易最重要的就是有計劃的嚴格執行停損跟停利。在進場的時候就必須設定好出場點，譬如說碰到20日的均線，就是看你自己研究的一個結果。一旦碰到了我們設定的那個條件，就毫不猶豫的砍倉換倉位，把槓桿 ETF 的部位立刻換回1倍的原型 ETF 或者是現金。換回1倍原型 ETF 的好處是沒有槓桿 ETF 波動耗損的問題，你不用想它要盤整到多久，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吃到它突然上漲的部分，而且下跌也不會2倍、3倍的幅度加速下跌下去。因為在我們碰到設定的那個條件的那一刻，其實我們當下都無法預知未來是它到底是會大跌，還是之後會盤整很久，還是會繼續漲。也因為槓桿 ETF 比較適合做短線波段的趨勢交易，可以等確認趨勢更明確了以後，再換回槓桿 ETF。這其實是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的槓桿 ETF 投資法。而如果是用左側交易，逢金買定的一個核心去買進槓桿 ETF，它其實是買在便宜賣在昂貴的一個中性理念。想要確定在基本一個大前提是長期大牛市裡的趨勢，這樣未來上漲的漲幅趨勢可以大幅超越它波動損耗跟下跌的情況。優點好處是能夠買在非常漂亮的低價，一旦市場反轉，我們的獲利空間非常大。尤其常常暴跌跟暴漲，常常都是1-2天內一起發生的。而缺點就是需要極大的一個內心素質，不管是抗壓性還是耐心。尤其是跌2-3倍的一個情況下，還有時間成本，是需要等待上漲的時間到來。槓桿這些工具從來都沒有好或壞，最重要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然後放在自己了解的市場，用在对的時機。而到最後發現，在投機還是投資的世界裡面，最大要克服的都是自己的心，我們的恐懼跟貪婪的一個心態。修心一直都是我們這輩子最大的課題。我是 Renee，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內容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留言哦。我們下一次見。